这一次我来到广汉这个城市呢，寻找美食啊，其实是次要的。我主要是为了来看一看我身后这个三星堆博物馆。相信大家都听过三星堆啊，这个三星堆啊，一听这个名字我就感觉这非常的神秘。你看三星堆啊，它为啥叫这个名字呢？啊，其实啊，就是因为在这个三星堆遗址上，最早的时候啊，它有3个土坡坡，这3个土坡坡呢，像3个星星一样，因此得名三星堆。这个三星堆啊，也非常有历史，距今呢是3000年到5000年，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到商周时期啊，它属于就是古蜀国的一个文化遗址。那很多人啊，知道三星堆都是在2019年之后，为啥呢？就是因为2019年那一次的挖掘啊，就出土了很多震惊世界的这些文物。大家就理解说是，是不是这个三星堆啊是2019年才发现的？其实错了啊，它距今挖掘这个历史啊，有将近100年的时间，就从民国的时候就已经有了。在1929年的时候，这儿有个村儿，这村里头啊有一个农民在自己家地里头挖水渠，然后发现了这个三星堆。这个三星堆啊，挖到现在挖了多少呢？2/1000，好家伙，2/1000挖出来都震惊了世界。而且啊，大家一提到三星堆啊，总感觉很神秘、很怪异。为啥呢？就是因为啊，在这里头出土的文物，不管你放在就中国历史上哪个朝代啊，或者是中国你看这么大，这各个地方是吧，从来都没见过这样式儿的。你比如说像这样子，你谁见过？这青铜器就太奇怪了。就因为它很奇怪、很神秘啊，所以啊，这个民间也是对它这个议论纷纷。有的人就觉得，这肯定是外星文明啊！外星文明在地上留下的这遗址啊，还有人说，这明明就是《山海经》书里头记载的这些东西。还有人说呢，不得了，这挖到了上古时期的文物。我也是啊，在家看着啊，非常的这个神秘，就想来这看一看，是不？进去之前啊，先来一张游客照，我看很多人都在这照，耶。大家跟我一样对这个神秘的东西都感兴趣。你看周围多少人，都满了。那很多人啊都见过这个人脸的前面，那后面长啥样？看，长这个样子，这感觉还扎着辫子呢，是个小平头。在三星堆里啊，还出土了很多象牙，然后还有海贝和虎牙。这个也是神秘之处，为啥呢？因为这儿大家都知道离海非常的遥远，在几千年前啊，根本就没有海贝，还有象牙啊！你看神秘不神秘？这么多，我以为啊这个时间来啊是淡季，结果来啊你看人有多少？就站在这儿啥都看不见，全是后脑勺。得亏咱个头高点，踮着脚尖看。这个是正面。这票得退我一半，啥都看不见。这里就是三星堆出土的陶器，这些陶器啊，就证明啊，当时这些人啊，这个物质还是挺丰富的啊，能吃上热乎饭。为啥呢？你看这儿啊，这个就是啊，人们传说这最早的火锅，底下烧火。我看这上面还是鸳鸯锅，你看。哎呦，这些陶器这个头够大啊！你看见这些陶器啊，你都能猜测，这当年的时候，这些人啊，这个粮食啊，吃完之后还有富裕，这生活条件还是可以的。他有富裕，他就把这些粮食储存起来。那个最大。
你看那个时候的三星堆的人啊，已经掌握了这个金银加工技术，关键是他拉的还挺薄的。你看这个金，就是一个面具，黄金面具。你看这个三星堆人的这个长相都很有特点，而且都长一个样，长脸儿，然后方脸儿，啊，方长脸儿，然后大鼻子，然后阔嘴儿，大耳朵，这眼睛啊是突出一点的，你看，都是这个样子，真的太神奇了！你站在这儿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。啥感觉？就是这是人类吗？啊？你要仔细看，入神了看。你看它那个边缘啊，我就说那个边缘那个棱、那个倒角、那个弧度，像啥？像苹果16。真的那个圆润那个感觉，那个棱角，真的跟现在这个苹果16这个手机的那个边缘一样。这技术太牛了，可能是我见的少啊。那个时代啊。你看商代的这个青铜器啊，和这个三星堆比的话，就同时期的，其实商代的就更精致，这个还算粗糙的，但是它这个造型太奇怪了，哎呀，长这样。而且龙和王的身份也这样，对，这个是一只鸟，也有电视。这个博物馆里头啊，有几个镇馆之宝，就最有名的，比如说这个青铜大立人。这个青铜大立人啊，你看非常的高，之前看图片了，没想到是这么大。那有人说啊，他是这个古蜀国的国王，也有人说呢是个巫师。那近距离看看，这也进不去，这人这么多。我身后这个大大的像方向盘一样的，这是啥呢？这是古蜀人啊对太阳的崇拜，这是太阳的一个图腾，一个标志啊。那实际上看起来啊，就像个方向盘。关键是啊，你看它的做工啊，它是一个正圆，非常的圆，而且是5等分的正圆。整个三星堆的博物馆，那最牛的、最厉害的一件文物是啥呢？就这儿啊，青铜大神树。这个神树呢，有很多人啊就和这个《山海经》里记载的这个扶桑神树联系在一起，就说啊，它是一个像一个天梯一样。沟通是人和天地啊，这么一个媒介，太厉害了。这个神树啊，是目前已知最大的单件青铜器。看完这个三星堆啊，那我的感悟呢，一是震撼，二是神秘啊。当然啊，这官方对它的解读是这里属于啊古蜀国的文化遗产啊，就是古蜀国人类啊对于天地人神的理解，然后从而衍生出了一种文化，然后制作出了这样奇特的青铜器啊。但是啊，有的人啊对它就是一种赋予神秘的解读啊，比如说有的人认为啊，哎，这会不会是上一次人类文明留下的这些遗产？为啥呢？就因为它这个文化似乎是突然之间消失的，就是断层的
你比如说啊，你看现在咱中国这上下5000年的历史文化里头，那从来没有这样的青铜器，就感觉啊它非常特殊啊，差别太大了。还有啊，就是现在挖掘了2/1000啊，在里头呢发现有很多技术，你比如说这个焊接的技术、套接的技术，还有这种粘的技术，就是粘土的这种技术，还有就是能把这个圆啊做的这么圆，包括也发现了丝绸，但是呢竟然没有文字。你想一下，如此发达的这个文明啊，为啥没有文字呢？说不定啊，这个之前的这个文明啊，人家就不用文字，是吧？脑电波来交流。当然这是一种猜测，反正呢来这儿啊是不虚此行啊，值得来看一看，是相当的震撼。有多震撼呢？你看这会儿震得我肚子都饿了啊，咱还是找点美食吃啊。我现在来这个地方是一个美食小镇，叫做连山镇。这个连山镇上有很多美食，那最有名的呢有2样，一个就是连山手擀面，还有一个就是大名鼎鼎的连山回锅肉。那这个小镇啊，这个路都非常的窄，非常的小。刚才我在这个街上转了转，我发现有很多家面馆，咱现在找一家去尝一尝。来。这个面馆有意思，无名面馆，那老房子上面还是瓦片的，没名字。1两8块，2两9块。连山手擀面，这么大一个铁锅在这煮面，看看后面是擀面。这个刀它有半米多，大刀切的非常的细。这刀用了多少年？哦，10来年。10来年了。哇，啥叫专业啊？你看这擀面杖，然后粗细不一样的、大小不一样的擀面杖，这么多面。最有意思这还有这谁？喜欢篮球的朋友知道，弗朗西斯。我给你2块多，你看买点锅盔的。明天给你买。我那里1块4一个一人几个人？你买几个一人？1个一人。1个一人3个人呀。3个人多几张哈？有1个2个点点铁钱。哎，晓得了。给你讲一个。我在这儿扫盐扫味精。好。3个人呀。哎，体检医院在哪地？他不是去买票。没有人知道。在这请他。请他好。
这碗面就是麻辣鲜香，上面撒了很多花椒粉，然后这就是连山手擀面。你看这个大叔切的多好，每一根面啊，这粗细都均匀。它这个汤是分红汤还有白汤，红汤就是麻辣的啊。这其实就是牛肉面卤的牛肉汤，一两是8块钱啊，我要的这一两的，里边还有好几块牛肉。哎呀，这物价，也就是在这小镇上，赶紧吃啊，因为这是汤面，它一会儿这个面就嫩了，这时候是最好的口感。哇，这手擀面果然不一般，这吃起来很筋道，有点像岐山臊子面那个意思，博金光，麻辣味非常的足。好吃，所有的味道都在这个汤里。我喜欢这碗面，这个汤我跟你说，我能喝干。因为它这个汤不像这个兰州牛肉面，它这个汤是直接这个肉臊子和这个汤在一块卤到一起了，就那种红汤酱香味儿。哇！为啥我要1两呢？有些人就吃2两的，我感觉这个1两汤和面的比例是正合适的。这面一口下去真是享受啊，好吃。关键还有好几坨牛肉。吃这个面还不能少了这个泡菜，看起来像芹菜和萝卜自己腌的泡菜。芹菜和萝卜是吧？是那个是青菜，对，青菜跟萝卜。啊。青菜萝卜。哦，青菜萝卜不是芹菜萝卜，青菜。一筷子下去，配上这个泡菜，哎，这就是酸香麻辣。哇，这个腌的泡菜太好吃了，一口下去满口生津，就有点那种酸酸甜甜的感觉。这泡菜咋这么好吃？这个连山小镇啊，它因为是很古老、很有历史，所以说呢，美食特别的多。除了这个面馆，你看那儿菜市羊肉汤，这个羊肉汤也是个老店。还有啊，很多就是卖锅盔的这个小摊儿，这儿的美食啊不得了。吃完连山手擀面，这几百米走过来，从那边就到了连山回锅肉。你看人家这儿写的是创始人，这个人叫啥名字？叫戴木尔，这名字听着挺奇怪的。他姓戴，这个小名叫木尔。来尝尝，这门够气派啊！要是不知道的还以为进了哪个城墙呢。这还有个井，你看这小院装修的特别漂亮。晾的腊肠、腊肉，哎呦，戴木尔欢迎您，麻辣香肠，哇，这个店是古色古香的。2位。
大名鼎鼎的连山回锅肉，这个连山回锅肉为啥这么有名啊？主要突出就是一个大字啊，大就是好，好就是大，有多大呢？看啊，哎呀，这一片啊，看我的手这么大，再看我的脸，大肉片儿，哇，这肉片大，但是也不便宜啊，这一片多少钱呢？24一片，好家伙，这是天价回锅肉。那虽然24一片，但我看啊，这一片基本上就跟咱正常吃的那一盘差不多了，这个肉量。然后我这个是6片的啊，这米饭是吧？好，好嘞，谢谢。我这个是6片的，它最大份的是一个10片的，就240一份。但是啊，你虽然说看着挺贵的，这一片有多重啊？2两多，将近3两，肉量还是挺多的。这是拿蒜苗炒的啊，还有一个口水鸡凉菜。下饭的鱼香肉丝啊，配个青菜汤，趁着热先吃，要不然一会儿凉了，这凉了可没法吃啊！啊，你看这碗都嫌小，你看这咋吃啊这？啊，这头一回吃这么大的回锅肉，有点高吧？香。一口下去，这香味直冲天灵盖。它这个味道其实就是家常的味道，它主要呢一是卖点就是大，还有呢就是肉这个品质比较高，是精品肉，这2刀肉，还有就是口感，这个口感你看这个瘦肉啊不是很柴，这个肥肉呢也不是很腻，哎呀这做的确实有讲究啊做的，就是吃的有点费劲。哎呀，回锅肉这道菜啊，必须得配米饭。这一口下去啊，你不吃这米饭，你就感觉马上就要掀桌子，太香了，知道吧？哎呀，赶紧先扒拉一口。在四川当地吃这个回锅肉啊，讲究啥？讲究是灯盏窝。哎，这个灯盏窝是啥呢？你看这个肉啊，它微微弯曲卷曲，它卷曲以后呢，你看这儿有个窝窝，这儿也有个窝窝，那底下呢也有一个窝窝。这个窝窝呢就叫灯盏窝。有这个灯盏窝就证明2点，一个就是这个回锅肉火候到位，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刀工到位，你不能切太厚，你切太厚了它就切不来这个窝，而太厚啊，这个肥油煸不出去，这一口下去啊能把你香晕。这个火候就不错，就稍微弯曲一点。就吃着没有那么干，没有那么柴。虽然啊，这个大是个卖点啊，但是确实吃着费劲。有多费劲啊！这碗都放不下，我得先放在这儿。这2片大肉片子吃下去啊，
多少有点腻啊，再喝点汤，青菜汤。咱聊聊这个回锅肉的前世今生。回锅肉这道菜的这个起源啊，和古代这个祭祀活动有关系。这怎么说呢？就是因为啊，以前古人不管是祭天祭地还是祭祖先啊，他都要准备一些贡品。那时候呢，就把这个猪的这个后臀肉，然后一煮，然后放到供桌上。为啥要一煮呢？有2个原因啊。一就是你不能给祖先或者是神啊，你吃生的东西是不是？就把它稍微煮一下。那还有就是你稍微煮了之后，它能多放几天啊，能多放个2、3天。但是祭祀活动整个结束以后，这个肉总不能丢掉吧？就把它拿回家，然后切一切啊，再回到锅里头再炒一遍。就因为先煮然后再炒的，就回了一次锅，所以叫回锅肉，就因此得名。这个回锅肉啊，在整个四川啊，它也分3大流派。你看这说起来有讲究啊。一个呢就是这种传统的拿蒜苗做的这种回锅肉，当然是小片的啊。那个是一类，还有一类啊，就是汗蒸回锅肉。这个汗蒸回锅肉是啥呢？大家都知道，这回锅肉啊是先煮一遍，然后再炒，是吧？汗蒸就是它是蒸了之后，然后再炒，就和水煮就不一样这个口感。然后还有呢，第3个流派就是这个了啊，就主要突出一个大啊，就是连山回锅肉。我剩的这半片赶紧吃了啊！哎呀，这嘴小一点啊。来点就吃不下，就我爱吃川菜里头啊，就3个，一个回锅肉，一个鱼香肉丝，还有一个就青椒肉丝，太爱这3道菜了。咱接着讲这个连山回锅肉它是怎么来的，这就讲到这个创始人这个戴木尔。这个戴木尔啊，他在80年代的时候啊，就是年轻的时候呢，现在是个老汉了啊。他年轻的时候，他是这个连山供销社的一个厨师。然后他呢就学习这个川菜，然后他的这个老爸是干啥的？就在这个街上，这老街上卖锅盔。他老爸卖锅盔的时候，人家就有一个锅盔品类啊，就是加这个回锅肉，这锅盔烤好以后，然后劈开，把这个回锅肉往里加。哎，他就发现啊，这很多人啊，在他老爸那儿吃这个锅盔加回锅肉啊，都喜欢这个大片的，就觉得哎大片的过瘾。说老师傅，你能不能给我加个大片的？哎，他突然就受到启发了，说我是做川菜的厨师，是不是？哎，我能不能把这回锅肉就做成很夸张这种大片是吧？咱作为卖点，然后呢就产生了这个菜，就主要是啊，再重复一遍，就是大就是好，好就是大，跟现在这造车是一样的道理。然后为啥当时这么受欢迎呢？我估摸着啊，就因为你想那个时候那人啊肚子里都没啥油水，是不是？你比如说这逢年过节的时候才能吃一次这个回锅肉，这个回锅肉在当地有个说法叫解馋肉，因为太香了能解馋。逢年过节红白喜事的时候，这一筷子下去，如果说就这么一小片是吧，那多不过瘾。而且你一筷子下去吃完不够吃，再来一筷子，再来一筷子，再来一筷子，人家旁边那些人啊，看你这人你这不像话是吧？自从有了大片之后，我这一筷子下去3两肉，这一个人就够了，是不是？而且我不可能养完之后我再给隔壁这伙计再分一点，是不是？那一个人独享这么大一片，你说是不是很受欢迎？尤其是肚子没油水的时候，这个菜一下就火了。而且呢，他根据他父亲做锅盔和回锅肉在一起的组合，哎，人家也加了锅盔，啊，在底下垫底的这个酥酥的锅盔啊，就相当于炸的馒头片馍片。哇，跟锅巴一样，好吃。哎，好吃是好吃，就太油了。这个川菜啊，虽然说香，虽然说好吃，但是油太大了。我感觉这四川人啊，就喝着油长大的。哎呀，太脆了！你看我这个，它是传统的炒法，就拿这个蒜苗炒。其实啊，这个回锅肉可以用各种各样的食材，比如说土豆片、莲花白、青椒，是吧？还有就是拿麻花或者锅盔这么炒的。因为回锅肉这道菜啊，它和里头这个配菜的这个关系啊不大，就是从味道角度来讲，因为它里边的味道主要是靠啥出来啊？一个是豆瓣酱啊，四川豆瓣酱，豆瓣酱一般啊都是每一家店秘制的，就不一样的啊，外面买不到的，是秘制的。还有呢就是甜面酱，还有呢就是这个菜啊用的是当地德阳的红酱油，这个每个地方用的这个酱油它不一样，口味也就不一样。所以说主要的味道就是靠各种酱啊，但是啊这么多配菜里头，其实我最爱吃还是传统，就这个蒜苗的啊，我觉得蒜苗还是好吃。
啊，这肉片啊，一般人2片就饱了，啊，我最多吃个3、4片，一定要配点蒜苗。教给大家吃川菜的一个点菜小秘诀啊，你可以点各种口味的组合配搭在一起。你比如说这个是酱味的，是吧？这个呢是带点辣味的，有红油。然后这个呢是带点甜味的，你看没？是酱辣甜，甜甜的鱼香肉丝。这个菜啊下饭神器啊！笋丝儿、木耳丝儿、肉丝儿。哇，好吃！酸甜酱味儿，蘸点这个红油。这个肉啊，一看就特别的嫩，你看这个皮啊很薄。哎，哦，底下还有面。哎，这个菜还挺有意思啊，这底下还有面条。你看这，我一看见面条啊，这鸡肉都不想吃了。麻辣红油面。这个菜的口味可以，再尝尝鸡肉。哎呀，我说是不是四川人喝油长大的？